这才是紫菜蛋花汤的正确做法，汤鲜味美。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，蛋花要么结块，要么沉底，难怪汤味寡淡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，千万别小看紫菜蛋花汤。今天教你饭店不外传的正确做法。但很多人做紫菜蛋花汤总是差点意思，要么紫菜带着那股冲鼻的海腥味，要么汤喝着寡淡如水。最让人头疼的是，蛋花煮出来结块又老硬，完全没有嫩滑的口感。其实问题很简单，首先处理紫菜这一步是去腥味的关键。先把紫菜撕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倒入60到70度的温热水，水温太高会破坏紫菜的鲜味。用筷子轻轻搅动10秒左右，让紫菜充分舒展，同时洗去表面的浮尘和杂质。这样处理的紫菜既保留本身的鲜香味，又彻底去掉了海腥味，煮出来还会更嫩。接着准备配料，简单几样就能提鲜。小葱切成葱花，尽量切得细一点，这样在汤里能充分释放葱香，还不会有嚼到葱段的突兀感。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香菜切成小段，它和紫菜的鲜味搭配在一起，层次会更丰富。要是有人不喜欢香菜，也可以换成芹菜叶，切碎后同样能起到提香解腻的作用。装入盘中备用。紫菜泡1分钟就够了，泡软后立刻捞出控水，千万别下锅煮，它遇高温久煮会流失碘、DHA 等营养，还会煮得软烂发柴，失去脆嫩的口感。直接装入大碗备用即可。然后把葱花香菜放进来。喜欢海鲜味浓郁的可以再来一把虾皮，再加1勺猪油，用猪油蒸香效果绝了。少许的白胡椒粉，适量食盐，1小撮鸡精，不喜欢可以不加，靠食材本身提鲜。最后滴几滴小磨香油。重点是调1碗水淀粉，碗中加入1勺干淀粉，倒入半碗清水，搅拌至淀粉完全溶解。这是让汤变得浓稠的秘诀，很多人省略了这一步，汤自然寡淡。碗中打入3个新鲜鸡蛋，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打，直到蛋白和蛋黄完全融合，形成细腻无颗粒的蛋液。搅打得越细腻，后续煮出来的蛋花越不容易结块。如果喜欢蛋香味更浓，也可以在蛋液里滴1滴白醋，既能去腥，又能让蛋花更嫩滑。接着起锅烧水，水量根据人数调整，一般1到2人喝加500毫升就够了。大火将水彻底烧开，注意此时别急着下入蛋液，先把提前调好的水淀粉分2次倒入锅中，每次倒完都要用勺子快速搅拌，让水淀粉和水充分融合，避免沉底结块。很多人煮的蛋花汤喝着清汤寡水，就是少了这一步。水淀粉能让汤底形成轻微的浓稠感，不仅能锁住食材的鲜味，还能让后续的蛋花更好的悬浮在汤里，不会沉底结块，喝起来口感更绵密。这是让家常汤变餐馆味的关键技巧。等汤再次微微沸腾，立刻把火调到最小，然后端起碗，让蛋液从高处呈流线型缓缓地流入锅中，同时再用勺子沿着一个方向轻轻搅拌，这样煮出来的蛋花会像云朵一样散在汤里，薄而嫩，每一口都能够吃到。等蛋花刚凝固成淡黄色，大概10秒左右，别煮太久，否则会老。这时就可以关火了。
直接把汤倒进提前调好料的碗里，搅匀就能喝。一口下去，紫菜软嫩，蛋花爽滑，汤里呢带着葱花、虾皮的香味，鲜而不腻。热热乎乎喝一碗，既暖胃又营养。这样做的紫菜蛋花汤和那些直接下锅煮做法比起来呢，优势一眼就能尝出来。紫菜呢没有半点的海腥味，嚼着呢还带点脆嫩感，蛋花像云朵一样散在汤里，每一口都滑嫩而不结块，汤底呢更是鲜得有层次，不寡淡不发腻，连喝2碗都不过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做既能最大程度保留紫菜里的碘和 DHA， 又不会让鸡蛋的营养流失，喝起来低热量还养胃。下次想喝汤，别再随便煮了，试试这个方法，简单几步就能把家常汤呢喝出小馆子的味道。我是乐乐妈，今天把这道好喝又营养的紫菜蛋花汤做法分享给你，觉得有用的话，别忘了点赞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学会这道简单的美味。关注我，下期再给大家分享更多家常好菜谱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